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宏。今天想分享2024年4月17日任天堂独立游戏世界的完整内容。影片中会分别分类成3个部分，首先会先介绍乐趣的发表内容，然后到游戏快报，再来则是只有在美区发表的游戏，共有26款。那么大家如果有自己想看的部分，都可以在说明栏按下指定的时间点看指定的内容。想要保留惊喜的观众，建议别打开说明栏，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以及惊喜。首先，亥灵胎的原名叫做 Shame， 是一种在阴影中跳跃自如的神奇生物。为了回到它的原始影子，它将游历公园、城市、工厂、超市等各种地方，试图平安返回。游戏将于7月18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薄暮夏梦，关于遗憾和拯救的夏日青春物语。自从黑猫出现，男主遗忘的记忆一个接一个的形成，开启一场寻找答案的故事。主角周围拥有着各式各样的人，有着梦想成为音乐家的朋友，有着为入院中的父亲担忧的大学生，经常工作而让孩子孤独一人的父母等。游戏中偶尔会出现一些选择，如果选择错误，就会迎来不好的结局。不过也不用紧，玩家随时可以打开流程图，从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在故事的结尾等待解答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小小贴纸铺，玩家可以组合各种素材，自由制作自己喜欢的贴纸，一旦完成就可以在线销售。订单到来，印刷贴纸进行包装，换取更多素材以增加种类，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追求你喜欢的设计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陆 Switch 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布莱德与弗雷德有2位玩家进行合作操控企鹅，前往雪山之巅。他们被绳索相连，无法随心所欲的前进，即使离踏板的间隔只有一点点，也会因时机不对而出现问题。踏板较远的话，更加需要互相的配合，给力的跳跃。如果掉下去了，可以从重生点开始，所以不要吵架，且自愿在线与朋友游玩。如果没有朋友的话，还可以与石头为伴侣，享受单身狗的游戏体验。游戏将于今年5月23日登陆 Switch 平台 ，PC 平台早已发售，支援双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。大家一起骰子街，全球销售100万套以上的桌游名作将作为数位桌游登场。玩家首先需要购买4种特别设施来获得钱，按照顺序掷骰子，根据所掷骰子的数字获得硬币，获得的硬币数量取决于设施的效果。如便利店的骰子目标为4，只要玩家指出4的时候才能获得硬币。咖啡店的目标为3，当其他玩家指出3的时候，可以从该玩家那里获得硬币。而麦田的目标为1，只要有人指出1，所有持有麦田的人都可以获得硬币。游戏中共有15种不同效果的设施，随着设施的增加，硬币流通也可能让局面产生巨大的变化。游戏将于7月5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本地以及线上4人游玩，支持中文。8号出口，这可以不用介绍了。玩家会出现在一个日本的地下通道，找到8号出口为目标。规则是一旦发现异常就要立即返回，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则是前进。同样的通道墙上贴着海报地中海大叔，反复进行这个过程，不要放过任何异变的蛛丝马迹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陆 Switch 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Steam 版不支持中文，但不会影响游戏体验。A Ranger Around Prague Adventure 描述一个无法适应小镇生活的女孩杰玛踏上探索自我旅程的故事。她拥有一项与众不同的能力，那就是整排地板都会跟着她一起移动。依靠这种能力解开各式各样的谜团，即使是无法前进的道路，也可以从另一端的方向通过。移动键打倒挡住去路的怪物。游戏预计今年夏季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繁体中文。波与月夜之青年，这款游戏的画风完全撞到将在5月发售的台湾独立游戏《九乐》。虽然世界观不同，但连主角都长得差不多。不过这款游戏的最大特点在于空中动作，通过跳跃和攻击进行。在跳跃时施加攻击，身体会闪烁着蓝色的光芒，然后可以再次跳跃。通过这种连续操作，移动到通常无法到达的地方，打倒怪物，学习新技能，拓展前进的地点，不断深入探索舞台的深处。游戏将于7月18日发
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5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。从萨格里瑟起航，探索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，玩家将扮演毕业于葡萄牙航海师培训学校的费尔南多，追寻着未被发掘的遗迹等宝藏。探索这个世界并不容易，玩家能够在人们聚集的城市接受宝藏探索的委托，收集地理位置等信息再起航。根据风向操作船只，可低靠速度，适当分配水和食物。在某些地区语言可能会不通，可以雇佣懂得当地语言的同伴，寻找世界各地的宝藏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陆 Switch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。冰与火之舞，这是一款节奏游戏，不是什么权力游戏。按下按钮的时机是与方块重叠的瞬间，根据路线节奏会变化，只要一次失败就得从头再来。反复尝试的话，手指会记住节奏，以完美的节奏演绎双星绕行的乐章。游戏预计今年秋季登陆 Switch 平台、PC 以及手机平台早已发售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一个性格测试游戏，在 MBTI 流行的时代，先可通过游玩进行性格诊断，即使路过的长椅子也可以坐下来发呆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都会被一一诊断。游戏中的主角是一个长得像人类一样的机器人。故事会从制造主角的博士的墓前开始。故事的发展取决于玩家。当有人向你提问时，你会如何回答？当遇到困难时，你会怎么做？行动累积的进度条到达180%，诊断会立刻结束。即使故事还在进行中，结果将根据玩家的游戏内容而定。游戏预计今年夏季登陆 Switch 平台、PC 以及手机平台早已发售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欧罗巴，玩家将扮演一名孤身一人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主角。曾经建立文明的这片土地，依靠父亲留下的线索进行发掘，自由飞翔，更高、更远、更快，探索隐藏的真相。游戏预计今年夏季发售，登陆 Switch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。罗雷莱和镭射眼，游戏中主角收到一封信，来到了某个酒店，不知为何被谁召唤而来，却毫无所知的前进着，通过解读散布在各处的密码，不同的年代，逐渐揭示酒店的全貌。游戏将于5月17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接下来游戏快报，谢谢寻宝奇遇。当我们开始扎拉萨，每个拉萨都有不一样的能力，展开寄居蟹的冒险，苏醒之路。在接下来的60天里，把生存之道传授给你的儿子。不会念，跳入复古未来世界，与迷人的小型机器人一起进行怀旧的街机之旅。动物井，探索一个超现实的相互连接的迷宫，揭示其中的秘密。鸭子侦探，秘密萨拉米，运用你的鸭式推理能力来检查证据，填补空白，解决犯罪不是一帆风顺的事。接下来只有在美区发表的游戏《小猫咪大城市》，玩家将扮演一个在大城市里的好奇小黑猫。一个宁静的打盹变成了一场奇幻的冒险，想办法找到回家的路。在这条路上有许多事情可以做，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，可以打开你的 To Do List。另外，遇上其他动物陷入困境，也可以伸出援手，且地图上还能解锁超过40种不一样的造型帽子，随时进行表情动作卖萌。游戏将于5月9日发售，登陆Switch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Yas Rising 是一款2D 平台动作游戏，故事讲述一个典型的雇佣黑客设计庞大公司的怪异星际阴谋，玩家则需要在挑战中跳跃攻击，一路冲进去，解锁这个企业帝国的奥秘。游戏预计今年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不支持中文。Enter Brass 讲述魔鬼本人偷走了主角骄傲的精神收藏品，因此他愤怒的想把东西给夺回来，挥舞强大的锤子，摧毁怪异的世界，揍打无数的 BOSS， 在各式各样的关卡中改变他们的路径，找到新的探索区域。每完成关卡都会有引爆器开始倒计时，必须在时间内赶回起点，以免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。游戏现已开放试玩版，将于11月12日发售，登陆Switch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不支持中文。Wally Peace 玩家将作为新被派到山谷的技术员，攀爬、滑翔以及运用蛇头摆荡跨越障碍。没错，你是一只青蛙，架设无线电塔，让当地人可以愉快地重新连接世界。除了这件事以外，还能与青蛙们交谈，接受一些支线任务，以解锁装备，帮助登山更容易。游戏预计今年发售，登陆Switch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不支持中文。
忍者龟 Spring Defect 穿梭扭曲现实的传送门，解救被绑架的师傅，在冒险中击退敌人，增强能力。4只忍者龟各自拥有他们的标志性武器和特殊能力，有的攻击范围更广，有的伤害更高。游戏中的肉赖元素还能让每次通关都有机会体验不一样的技能，制定的招式组合，创建毁灭性的年级，让游戏变得轻松愉快。游戏预计7月登陆 Switch 平台 ，iOS 平台早已发售，支援4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喵咪斗恶龙3，驾驶海盗船探索喵勒比海，与杰瑞鼠对抗，与伙伴一起在本地合作中玩耍，找到神秘的北极星。游戏将于8月8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/X 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本地双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Stitch 同样是个从 iOS 移植过来的游戏，这是一个关于手工刺绣的益智游戏。你将完成称为刺绣圈的拼图，将令人惊叹的刺绣图案呈现出来。根据网格上的数字将单元格组合在一起，同时避免任何重叠。准确确定矫正位置是完成刺绣圈的关键。各种各样的图案等待你去修制，每个都有可能提供一种放松和宁静的体验。还可以在手持模式下使用触摸控制享受。每个图案完成一次后，随后都能跟着自己的喜好着色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陆 Switch 及 iOS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最后 ，Steam World Heist 2，准备好在这个蒸汽世界中航行壮观的海洋。不过，这个世界的水域已变得致命，侵蚀了机械居民的金属肢体。玩家将探索巨大的海洋，调查为什么这个曾经不可或缺的资源已成为海上的噩梦。在全新的冒险中，你要指引你的机器人小队进行回合制射击战，探索世界地图，参与实施海战，装备你船只的武器和道具，甚至可以在路上交友，招募他们加入你的行列，策略性的应对所有事情。游戏将于8月8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/X 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这次的发表会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小弟我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